日本天才神童坐拥9战9胜9次 KO 的超豪华战绩，嚣张来华踢馆，扬言自己一拳一个中国人，藐视中国选手都是弱鸡。这副嚣张的样子让人看了手痒，恨不得亲自揍他一顿。这个日本神童名叫袁鹏熙，才年仅19岁就已经是日本炙手可热的天才选手，甚至被日本当地神化为100年难遇的格斗奇才。身后的高耀旗非常亮眼，他的职业生涯还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，那今天就让他感受一下。今天负责铲除日本嚣张男的选手叫吴铁印，同样是19岁的年轻小将。吴铁印摩拳擦掌，迫不及待要抱走日本人了，望各位老铁多多点赞支持，为中国小伙吴铁印加油！比赛开始，红色短裤吴铁印，黑色短裤袁鹏熙，直接把对手放到地面，拿到了后背的位置吗？没有，然后双方站起来了，绳圈边上不太容易拿到后背。哦，这个摔法漂亮，漂亮啊！一个有力的打法，又是他拿手好击，地面的肘击。现在对手把他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，就是一条腿夹在下位凶手的2条腿里边。好，抢把位是看吴铁印这架势，已经忍日本人很长时间了，上来直接占据主动权，将对手按在身下，先占据上方优势位再说。不过两人太靠近围绳边了，裁判上前将两人分开，重新回到擂台中央。吴铁印对这场比赛是势在必得，展现出了强势的爆发力。开局吴铁印的地面抱摔能力很强，意识也非常清晰，就是要在地面上降服对手。对手是日本的天才神童，但吴铁印也是中国格斗的新星，一定跟纯粹的道服柔术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柔术里控制与反控时变得特别重要。对，现在下位选手在努力的移动胯，把膝盖垫进去，仍然是半封闭防守的姿态，有一条腿，吴铁印的一条腿在对手的2条腿控制之内。对，因为这条腿被控制了，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都受到了限制。我们来看吴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肘击，他要用砸肘可能。吴铁印尝试肘击砸开对手的控制，但对手地面防守很到位，现在全方位的进行防守，不给吴铁印砸击他的机会。他清楚的知道，千万不能松开控制，不然这个把位肘击下来的话，很可能给他的面部砸开一个大口子，那到时候局势就很危险了。吴铁印现在被控制着腰部还有手臂，这就让吴铁印比较难受。虽然处在上方压制位，但是长时间没有什么进展。吴铁印在过腿，如果能够想办法把2条腿从对方的双腿控制都拿出来，就有了优势。对，但是有一条腿被牢牢的控制着，一直没有拿出来。而且因为这个位置被干扰的，也不太会形成特别好的打击的位置和空间。对，所以从这一段来看呢，对手的实力是很强劲的，地面上没有取得劣势。对，因为双方都没有建树，所以重新回到站立上，吴铁印还是冲上去想抱摔对手，对手也在尝试抱摔。现在双方的目的都非常明显，就是要抢把位，拿到上方优势位，占据主动权。最终经过两人不断的挣扎，吴铁印还是将对手按在身下了。不得不感叹吴铁印的地面技术很强，总能有办法拿到上位优势。打击了，进入到全封闭防守。对，刚才的话，这吴铁印还是打中了几次肘击。现在日本选手在一块，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。再下去，再次半蝴蝶啊！这个日本选手的防守非常好，一直没好，这个有点空间了。3次肘击，对，还要注意自己的胳膊。吴铁印打急眼了，竟然直接头撞对手，这可是违规现象，直接被裁判罚了1张黄牌。对手的地面防守意识太到位了，控制着吴铁印的手臂，他根本没有办法砸拳或者裸脚。这个不许用头部进攻，对，所以这样的话有个扣分，所以必须要取得绝对的优势才能获得比赛胜利了。对，刚才有个横肘，这个吴铁印打得很主动。比赛很精彩。对，我相信就算看过了这一局，也会有更多的观众。第2回合比赛开始，吴铁印依旧非常主动，上来直接进内围，根本没有试探的意思，摆拳精准命中。随即双方纠缠在一起，半摔将对手按在地上，同时还有一个砸击的动作。吴铁印打得非常漂亮，一直掌控着比赛主动权。而这次的地面把位很有优势，
吴铁印处于侧压的把位，方便吴铁印实施肘击。起不来，动不了，起不来，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，只能搂头。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，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，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，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。对，这个起来了，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，可能在裁判将两人分开，双方重新回到站立厮杀，对手扫腿没有命中，吴铁印抓住时机上前抱摔。他今天就是要在地面上终结对手。经过长时间的地面较量，也看得出来吴铁印地面技术比较全面，绝对力量也很强。但是对手也不是小喽啰，他之前的地面防守很严实，吴铁印的攻势并没有给他造成致命性的影响。看现在两人纠缠中，谁能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？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，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，对，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，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。对，所以他9战9胜。好，这个又是脚底下一绊，把日本选手放在下位，是中国式的这个教法。对，下位呢，日本选手害怕了，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控制一只手，对，控制距离不让他砸击，而且避免形成打击的空间。对，而且刚才这回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，吴铁印还是上位压制，他的有效打击也比对手多。不过上回合因为吴铁印头撞对手，被裁判黄牌警告扣掉1分。这一点还是应该注意一下。不过日本人的意志力还挺强，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，没有这么强的地面防守，可能早就被吴铁印终结了。经过长时间的地面厮杀，两人体能也有很大的消耗。都知道地面纠缠是最消耗体能的，两人还一直都在地面厮杀，凭着中国式的教法。看一下能不能从防守里面出来，一条腿出来了，自己的头被对手的手臂夹住出来，然后用肘击、拳击，小的肘肩的动作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，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非常好，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，他有个劣势，就是他始终在搂住对手的脖颈的话受。此时对手也很无奈，地面上他根本不是吴铁印的对手，这么多次的抱摔都被按在地上，他只能箍紧吴铁印，其他的动作都做不了，只能尽可能限制吴铁印的进攻动作。不过吴铁印也能见缝插针的进行砸击，瞅准时机就是连续肘击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砸击的机会。日本人都快掉出擂台了，回到擂台中央的时候，日本人都是跪着爬到中央的。东方荣誉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砸击都特别喜欢，就你看到包括杨建平啊，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，包括这个严希波，对，要听裁判的指令。还有10秒钟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这个找机会就砸，找机会就砸啊！第2局比赛就还没有完惊心动魄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完全降服日本对手的方法。对，第3回合比赛开始，两人站立厮杀没多长时间，吴铁印就再次将对手按在围绳边上了，还是想抱摔对手。之前吴铁印的地面压制很有效，打的对手没有反抗的能力，被打得很难受，上回合都快将他终结了。但日本人意志力很强，硬生生扛到现在。这回合吴铁印还是将他按在身下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地面压制。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，切膝过，哎，成功出来了，扯压了，提成，这个好，提成是极大的优势位置，日本选手马上起桥，来往上去，对，再次把它放到这个逃脱的动作，充分显示了日本选手的训练水准，对，刚才的提成瞬间就被逃出来了，压制要把对方压平。把对手的肩压平，肘击啊，这个肘击，没有了，PKO 了，对 ，PKO。最终吴铁印连续的肘击将对手终结 ，TKO 降服对手。这就是中国小将的雄风，遇上日本人总能爆发200%的实力，打得非常精彩。吴铁印全程主动进攻，不管是压制还是肘击砸拳都很强，打得小日子毫无还手之力。大家觉得吴铁印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
吴铁叶赢得非常精彩，但日本选手的防守也非常顽强。对，尤其是刚才那个齐成突然之间一起桥就把他又放回到半封闭里面，只是说吴铁莹的打法充分的克制了他。